这部电影几乎完整地展示了2次生产手术、1次堕胎手术，难免让人感觉有博眼球之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完后的评价。但是转念一想，电影本身就应该是自由的，导演完全可以这样拍，当然我们作为观众也可以给差评。2024年我去了一趟韩国的釜山电影节。釜山电影节在2024年之前是一个展映性质的电影节，会把当年3大电影节的一些电影拿来放。2024年放映的就有当年戛纳金棕榈得奖的《阿诺拉》。我在5天时间看了10部电影，还有几部短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有2部电影，都是女导演拍的，一部是《某种物质》，这部电影迟早我们也是要谈到的。另外一部就是今天要聊的电影《4月》。女性主义电影在当今3大电影节上不能说是泛滥，但可以说是标配了。在自由世界里，电影可以非常敏锐地捕捉到时下的社会思潮，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展示出来。这是电影的特性，这也是有些人害怕电影的原因。即使你想表达一个当下的自由思想，也就是说你的价值观是没问题的，符合人性的，但是在电影本体层面没有好的视听语言的支撑，作为一个新人也很难在世界影坛上崭露头角。当然反过来，电影语言层面极尽炫技却没有扎实的主题思想一样也是徒劳。但是最近几年，尤其是一些短片，钱给的太多也能行。毕竟绝大部分电影节都是小评审团制度，你甚至不需要搞定很多人就可以了。当然这个不在我们的讨论范畴，今天我们还是从视听语言的层面来看这部电影中的一场戏，来看看凭什么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导演拍的电影可以拿下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团奖。拉片之前，我们先来设想一下，现在有一场戏，场景是一个乡村医院的院长办公室，人物有4个，一个是医院的院长，一个是医院的妇产科主任，这2个是男性，一个是妇产科的女性医生，她是主角，另外还有一个是当地村里的一个男人，20岁左右。剧情是这个20岁男人的妻子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生出来的孩子没有呼吸，接生的就是这个女医生，也就是我们的主角。这场戏的情境是3个医生，一个受害人家属坐在院长办公室讨论这件事情，并且最后院长要宣布医院要成立调查组调查这次事件。我们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场景里，你要怎么样去拍这样一场戏？首先在美术设计上，在乡村医院的这种院长办公室大概是什么样？因为这部电影是格鲁吉亚的电影，我们可能不清楚那边的环境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乡村是什么样。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过很多的乡村，镇上的这样的政府办公室也好，或者说一些民间组织的办公室也好，其实现在大部分办公室都差不多，就是那种铝合金门窗，然后有的铺地砖，有的不铺地砖。然后比如说领导办公室就是一张大的桌子，必须是红木的，古典大气。然后会客这边就是一张钢化玻璃的茶几，一般是大的黑色皮沙发。那如果是乡镇上的话，可能是一些椅子什么的，总共要有一个除了办公桌以外的会客桌或者是一个茶几，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画一下图，简单的说，比如说这是院长的办公桌，这是他的椅子，然后根据这个房间的布局，有一张茶几或者桌子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一些沙发围绕在周边。那假设这就是这个办公室的俯视图，现在假如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场景的话，这场戏中的4个人物他们的走位应该怎么安排？如果根据前面的已知信息让我来想的话，我可能会尽量的让这个镜头给动起来，让人物走动起来，但是也要看这场戏它是不是适合人物的走动。首先这个电影我们是跟随女主角的视角的，她在这场戏里是一个被问责者，是弱势方，不管她接生过程是否有什么问题，这个小孩生下来就夭折，她都是直接的参与者、见证者。她在这场戏里是不是能走动起来，我认为可能是不合适的。他就算是不是直接的加害者，那他参与了这个事情，他也需要表示抱歉，因为这是死了一个人，他是有人性有良知的一个医生，他就不能在这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如果他随意走动，就显得他好像对这个事情无所谓，他应该是有些自责的，有所谓的。那他如果是坐着或者站着受训，他在哪个位置？在这场戏里他是被问责者，那可以把他的位置放到后面再来安排。这场戏里如果从人物心理上来说，谁是最强势的人？那是这个受害人家属，这个20岁左右的男青年，因为他是来要说法的，现在是他的孩子在医院出生就夭折，医院需要给他一个解释。
那他的位置能在哪里？理论上来说，他只要不坐在院长的位置，那他在哪都是可以的，坐着或者站着其实都行。医院的院长在哪个位置？他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吗？还是坐在这个受害人的旁边安抚这个受害人？这个可能第一取决于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就是说导演要展现出来的性格。如果他是一个那种老好人的院长，就是和稀泥的那种传统的中国影视剧中的形象的话，那或许他会坐在受害人旁边给受害人倒茶水什么的，那他可以起来走动。如果他是一个公事公办的院长，他相信自己医院的医生是没有问题的，或许他就不会坐在受害人旁边，不会去装出一副我好像很同情你的样子，那他也许就不会走动。还有一个人就是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那这个主任他在什么位置？他是否对这个事情负有一定责任？作为整个医院来说，这个受害者到你们医院来生小孩，生出来的孩子就是一个夭折的死胎，按道来说你们应该都是一个比较抱歉的态度。这个主任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跟刚才的院长一样，那他是不是要坐在受害者旁边去安抚受害者，还是怎么样做呢？那看来院长和主任和女主角的位置其实都依赖于这个受害人的站位。我们不管是从新闻还是从影视剧当中，我们看到太多的中国的这些医疗当中的患者，他是会大吵大闹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一些文化因素吧，你把事情闹大一点，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你就是有利的，因为闹得越大，关注的人越多，被领导关注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所以如果按照中国来说，如果说你要写一个普通的受害者来医院，相当于是求一个公道，那他可能要大喊大叫，走来走去或者怎么样。当然这也看人物性格，如果这个人他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他是一个比较沉稳的人物，那或许他是另外一种状态，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现在我们的前提条件还是太少，我们想不到那么细，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可以想的是人物和人物之间的位置距离，我们就聚焦在一个受害人和医生的距离到底要有多远的这个问题上。设想一种情况，如果院长坐在他的办公桌，然后主任站在他旁边，然后院长的办公桌对面有一张椅子，假设这就是院长，这是主任，然后这是桌子，这是受害者。院长和受害者在沟通，因为院长是最大领导，你去找医生的上级领导，能找到医院院长那肯定是最好的，对吧？他们在沟通，然后这个医生，我们的女主角远远的站在另外一个地方，像犯了错的小孩似的。那这样行不行得通？我觉得也是行得通的，并且距离上拉开了，也能显示出女主角被排挤，这与这部电影的女性主义价值是契合的。所以这个受害人和这个女医生，他俩的站位是不是一定要离得远，这个问题可以留到后面。如果这个空间是合适的，这个站位也行得通，那在这场戏里，这些人物要不要动，你的摄影机的位置摆在哪？如果要动，人物是怎么动？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边三个男人相对女医生来说是可以动的，然后这个女人她应该是从人物心理层面，她应该是不能动的，她是要被禁锢在这儿的。那如果是按照这个位置来排布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摆机位？这个可以自己想一下，每个人摆的不一样，可能有优劣的区别，但也不一定有什么完全的对错。但是不是这个女主角站在这里是唯一的位置？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女主角是否真的有医疗失误还不清楚。虽然前面镜头展示出来手术的过程，但是我们也看不出来是否有操作问题。所以这个女主角靠近这三个男的和远离这三个男的其实都可以。即使是靠近三个男的，她应该是跟三个男的在位置上区分开，还是混在一起？这个是不同人的不同选择。接着我们再加一个前提条件，限定这场戏是一个镜头拍下来的，而且人物是几乎不动的，那人物应该怎么站位呢？如果按照刚才的站位，三个男的一堆，然后这个女的单独在一侧的话，那现在的机位要往哪里放才能保证中间不分切镜头，一整条镜头拍完这一场？我们前面分析了这么多，我觉得至少要明确一点，就是考虑这个受害人和这个女主角他们俩的位置是最重要的。他俩是不是一定要隔得很远，还是也可以离得很近，或者更直接一点，他们俩能面对面吗？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导演是怎么摆这个机位以及做这个场面调度的。那如果你是直接跳转到这里的话，你可以按照目前这一帧来分析我所说的角色到底谁是谁。这场戏一共就只有这4个人物，后面没有新的人物加入。这个场景是乡村医院的院长办公室，这4个人物里面3个男人1个女人，女人是医院的妇产科的医生，负责接生的。
这3个男人有一个是医院的院长，有一个是医院的妇产科主任，有一个是来医院生孩子的一个家长。这场戏的情境是一个男人的妻子在医院里生孩子，生出来的孩子是个死胎，他来医院要一个说法。那这4个人物到底在图片上对应的谁是谁？当然这个女主角我们直接可以确定了，她就是妇产科医生。另外3个男人谁是谁？我想这个应该也是很容易分辨的。如果你很容易分辨，那其实就说明演员的表演以及化妆造型以及场面调度是起作用的。离镜头最远处这个人就是医院的院长，因为他最年长，他坐在一个办公位置上。我们知道这个场景是院长办公室，那这2个男人谁是医院妇产科主任呢？这毫无疑问最靠近镜头的就是这个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从服装造型上，从气质上来看，这个应该容易分辨出来。离镜头稍微远一点的这个男人，黑色头发大胡子的这个男人就是受害者。这里说一下，电影里这个男人是不是主任也没有明确说，但是通篇来看他应该是级别上要高于女主角，所以我称他为妇产科主任。我们来分析这场戏，其实也是像我们前面说的电影透析的长镜头一样，这个镜头也可以看成是4个层次4个平面，这4个人分别代表4个平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构图一分为2，左侧一个女人，右侧3个男人，这就已经很明显了，就是左侧的重量太轻了，右侧的重量很重。因为这整部电影其实是一个完全的女性主义，是反抗男权的一个电影。人物的站位就传达了导演的价值观，仿佛是3个男的在问责这个女的。首先这个电影它是每一场戏都尽量很少的镜头，大多场次其实是一个镜头就拍完的，有些场次它会分切，但是也是一个极简的分切，可能就是2个人面对面对话，一个人只切1次，就是一场戏一共2个镜头。我们要分析的这一场戏它是一个完整的镜头拍完的。我们在前面聊透析里面的长镜头时候就讲过，如果一场戏就只有1个镜头，那这个机位的选择就是非常重要，随之而来的是人物的走位非常重要。我们之前设想的办公室是这个样子，这个电影里的院长办公室其实比想象的大得多。在电影最后一场戏有一个摇镜头，从这个摇镜头我们大概可以还原院长这个办公室。俯视图是这样，这是院长的办公桌，然后有电脑，然后院长有椅子，然后这里桌子是一个会客桌，两边也是放了椅子，在这边有茶几也有沙发，这里是门，旁边是一张办公桌，而且还有一个窗，在左侧这里应该也是有一个窗户的。除了这块区域，其他区域在这场戏里都没有用上。现在办公室的全貌我们也大概清楚了，那在这里有没有比目前更好的位置可以来拍这场戏？其实能会客的区域也就是这张桌子和这张茶几。如果说在茶几沙发的这个区域的话，这3个沙发是一条线，人要坐在上面只能排成1排，4个人排成1排坐肯定是不行，因为既不符合戏剧关系，也不符合画面造型的美感。这4个人里面有强势有弱势，那有人坐在这张桌子旁边，有人坐在沙发上行不行？坐在沙发上的能是谁？如果要把女性和男性区分开，女性要坐在沙发上，因为坐在桌子旁会让人显得比较高，女主角在这里是弱势，她要显得矮小，只能是她坐在沙发上。她坐在沙发上，那3个男的坐在桌子旁边，3个男的如何安排座次呢？而且安排好了之后，他们说话还要侧着身跟女主角说话，显然也是不合适的。看来看去要一个镜头容纳4个人同时在画面里，而且要把男女性别从画面上区分开，在这个办公室里，桌子区域是唯一的选择。那空间位置定下来之后，来看摄影机位置，在这个桌子区域里，其实是4个人可以全部坐在这个桌子上的，也就是说这个院长可以不坐在自己的办公位置上。那比如这边2个这边2个，像一家人吃饭一样，其实也是很多电影电视剧就是这么拍的，一定要这么拍也可以，就是还不够好。我们前面说了，导演的底层设计是展现女性被压迫，那把女主角和3个男人区分开是这个场面调度的核心。那比如这个院长也坐这张桌子上的，这样也不好，因为3个男人挤到一起了，2个医院的领导把受害者包围起来，这非常不容易区分他们的动作，而且对这个空间的利用率很低。如果院长坐在自己的办公位，那摄影机往这个方向拍就更有纵深，比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更好。因为这样拍是4个平面，摄影机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只能拍到2个平面。如果是在院长的背后往桌子这边拍的话，院长他是背对镜头，那对院长来说是不是合适？背对镜头也要看他在画框中所占的比例，如果他背对镜头只留一侧的话，只留一点身体
部分在画面中，其实代表他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度不高，他可能只是作为构图上的一个前景使用，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事情当然与他有关，但如果说他的身体在画面中流得多，而且是背对镜头的话，那就是说他藏着秘密。很显然在这个情境下他没有秘密，这个是导演要非常清楚的。跟这场戏最相关的是谁？就是这个男青年和这个女主角，而且后面戏主要发生在这个长桌上，不是在院长的那个桌上。如果是在院长背后拍，你要看清楚女主角的表演，就要用长焦去拍这个长桌。这个电影全程它是用比较广的焦段来拍的，我看应该是在25毫米到35毫米之间，甚至可能是在20毫米到30毫米之间，最多可能到35毫米。这是这部电影摄影风格的选择，说明在院长背后这个位置拍是不如现在目前这个位置的。然后再说机位的高度，它是一个平视还是一个俯视还是一个仰视？俯视和仰视我认为都不合适。在这里俯视那是谁的视角呢？是上帝视角还是监控视角？也都不对。这部电影没有什么俯视镜头或者仰视的镜头，几乎没有。在电影开场就有一个非常老的类似于怪物的一个形象出现，实际上它后面的一些镜头都指向这个怪物约等于这个女主角，它可能也是有一些隐喻在里面，不同人的解读不一样。很多场次是用摄影机代表女主角的主观视角的，就比如说在开车的这种场次，摄影机就左看看右看看，拍前方拍两侧的风景，其实就是从驾驶位拍出去的。所以在这场戏里，这个视角也就是正常的人眼高度的一个视角，你可以理解为坐在旁边的一个人在看，就相当于摄影机代表了观众的眼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这个构图要左侧右侧都切掉人的身体？假设这4个人的位置定好的话，你要拍完整了，我认为也不是不行。但是如果你切他们的身体，那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第一，这代表着在画外是有空间的，因为身体的部分在画外，我们在透析的长镜头里也讲过。第二，因为这个电影是4:3画幅构图，如果换16:9画幅的话，如果机位不变，镜头焦段都不变的话，左右2个人的身体应该会是完整的。现在4:3画幅就切掉了一点。如果保证4:3画幅并且不切身体，机位就要推得远一点，相比现在来说关注度就会更低。如果景别更紧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余地了。如果你要切掉一点，通常来说你不能把人脸放在画框外，因为你还要看到他的表演，所以这是为什么他选择切掉一点。我认为这个更多的是一个美学上的考量，就是说你不切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景别还是不能太松。我们解决了平视的角度、摄影机的位置、镜头的焦段，解决了构图上的4个边框。我们再去考虑说这4个人怎么分配。按照我们前面分析的那个顺序，就是女主角在哪里，我们先放到一边。我们先说这个受害人。受害人来讨要一个说法，理论上来说他在这场戏里是最强势的一方。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觉得在院长这个办公室里，这块区域是最合适拍这个镜头的，院长最好是坐在自己位置上。那这个男青年可以选择坐在桌子左侧或者右侧，如果他坐在桌子左侧，女主角就不可能坐在左侧，因为这个受害人不可能跟女主角坐一边。如果他俩坐在一边，2个人隔壁挨着坐，要么就是2个人没有什么对立关系，要么就是2个人关系还挺好，至少不可能有明显的对立关系。那女主角只能在右侧。那现在院长在右侧，女主角在右侧，主任在哪里呢？主任在目前这个右侧位置可不可行？那就变成了一个受害人面对3个医院方的人，这样可以吗？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就好像你去公司谈一个离职赔偿，那你坐在会议室的这一侧，然后你们公司的 HR 或者法务以及你的部门经理，他们3个人坐在同侧。这个情况我想很多人都应该是遇到过，因为他们3个人在你进来之前，他们3个人已经商量过了，然后你进来之后，你不可能跟他们坐一边，你也不可能坐在桌子的中间，对吧？但是我们还要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这部电影是女性主义主题，因为这里面女性是被压迫的。如果你看完全片的话，这里边每一个女性基本上都是被压迫的。首先她们没有对自己身体的主导权，无法选择堕胎，因为堕胎在这个村子里是会被唾弃的。而这个女主角就是私下里帮女人堕胎，帮女人避孕，她是在帮女性争取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并且这个电影里最后还有一个聋哑女性是被性侵怀孕了，后来堕胎之后又被性侵她的男人给打死了。所以电影是在表现女性在这个环境中被压迫。
也就是说，这个女主角必须跟这3个男人分开坐。在这个场景里，这是导演的底层设计。如果他们4个混杂在一起，那就不是导演的设计了。电影的整体的价值导向是要贯穿在每一场戏的设计里的。那现在如果要男女分开坐，然后院长又定在这儿，其实只能是3个男的在右侧，1个女的在左侧。如果是这样定好了的话，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受害人其实理论上来说，他可以选择坐在现在主任的这个位置，对吧？就是从平面3到平面1，如果他坐在平面1的话，那女主角就跟他接近于面对面了。因为现在我们从画面上来看，这个女主角所在的平面2和这个主任所在的平面1可能很接近，甚至是同一个。因为女主角侧了一下身，我们为了区分男女，我们说是4个平面，但俯视来看1、2平面可能是在一个平面上。如果这个受害人坐在平面1，那女主角是不是能保持现在这个位置？是不能的。首先看这个女主角的坐姿，她如果是面对这个受害人的话，这代表了她对他是毫无保留的，就2个人是一个正常的沟通的状态。甚至说这个桌子这么短，如果这个女主角面对这个受害人，他2个人的身体的距离其实就很近了。现在女主角的这个身体朝向，它是45度背向镜头，如果它是面向镜头，那它也是对我们毫无保留，对观众毫无保留。但实际上它是有保留的，因为它在这个电影里，它是偷偷的帮村里的女性去堕胎去避孕的。这个事情在当地是不合法的，也是被村民所唾弃的。所以这个女人面对着这3个男人，其实她是有秘密的，她是没法直接面对的。如果她真的完全理直气壮，她也不至于偷偷的帮他们堕胎，她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做。但即使她光明正大，那些想打胎的女人在那种环境下也不可能光明正大。女主角为了保护那些女人，也只能偷偷摸摸。女主角不能直面受害人，那她能直面这个主任吗？也不能。受害人来找他要说法，他面对主任说话，那这也不合适。他如果是完全侧着的面向院长旁边的这个电脑，这就不是一个要沟通的态度了，对吧？就好像男女吵架闹别扭，女人一转头把身子别过去了，那也就不对。所以他只能选择45度的这么一个朝向。那他是不是能面向镜头这样做45度？也不能。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相当于已经背离这个院长了，同时这个主任其实也被排除在这个事情之外了。我们说一下这个主任，这个主任其实也很重要，他就是男1号。他跟这个女主角实际上在之前有过恋爱关系。他在后面有一场戏，他直接质问女主角，问他为什么当时不跟自己结婚。这个主任现在已经结婚有孩子了，但是他对女主角抛弃他的这个事儿还是耿耿于怀。在这个戏里，他是想帮女主角的，最后结果实际也是帮了，虽然这个帮可能出于维护男性权利的目的。所以女主角如果这样做，她其实是把这个主任和院长排除在外了，也不可取。女主角这个站位，我们也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藏。这场戏在电影开始的第3场，她如果面向镜头，不管是直面镜头还是45度面向镜头，都会显得太直白，没有城府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画面的造型问题，如果我们从俯视图上看，这4个人的脸的朝向，院长是朝向这边，受害人是朝向这边，主任是朝向这边，女主角是朝向这边。试想一下，如果女主角是这边，那这样是不是太整齐了？这是一个画面节奏问题，所以她现在这个位置和朝向是最合适的。这其实是建立在对戏的理解和对人物心理的掌控上。可能很多演员其实并不擅长这个，你看当下一些演员经济节目也能发现，很多演员就是不太懂剧本，不太懂戏。这时候导演需要给出明确的指示，也就是说导演需要懂这些，要把这些想透彻。而且从这一张竞争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身体姿态是不同的。这个女主角的身体姿态，她的手是不能放到桌面上来的，因为她是要抱歉的。这个院长的身体姿态，他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放松的，一只手在桌上，一只手在下面，姿态比较放松。然后这个男青年他低着头，双手搭在这个桌子上，他情绪肯定是比较大，比较愤怒。这个主任也是手扶着脸，好像在思考一样，然后一只手搭在桌子上。他们这3个男人也是3种形态，并且他们的视线也都不太一样。演员对于身体的这种细微的控制，其实直觉上的成分多一些，就是你理解了戏剧情境，按照所饰演的人物性格做一些思考，就会有这样的合适的肢体表现。女主角说对不起，3个男人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女主角，3条视线过去，
他这个构图最主要的原则是把男女放到对立的两边，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三个男人睁大眼睛盯着这个女主角，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压迫了，画面上就形成了一种压迫。Nina, ამ ახალგაზრდას უნდა რომ გაიგოს და სრული უფლება აქვს რომ იცოდეს რა და როგორ მოხდა. ესმის. მე შევეცდები ზედმიწევნით ახსნა ყველაფერი. ორსულობა არ იყო დარეგისტრირებული და სამწუხაროდ არც ორსული მოსულა არც ერთ გეგმურ შემოწმებაზე. ჩვენ გვაბრალებს, ხო? ასე ახსნას აზრი არ აქვს. ამ ახალგაზრდამ პოლიცია ჩართო საქმეში. ამოძიება ჩატარდება და ყველაფერს დაადგეს. აქ რომ მოვიყვანე, იყო კარგად, მე რა მოხდა? მე ყველაფერი გავაკეთე, რაც შემეწვა. ესე უცებ ბავშვი როგორ მოკვდა? ამიჟერა ყველას კარგად გვესმის შენაცხსნა. მეც ორი შვილი მყავს. დედა ჩემი რა დორ შეუშვეს. წესი ესეთი. სამშობიარო ბლოკში არავის არ უშვით. სანიტარული ნორმების დაცვა გვიწევს. მეგონა გამონაკლისიც არ ხდება. მე მესმის რომ შენ ახლა ბევრი ეჭვი გაქვს. 当这个主任说到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这个男青年的眼神挪到女主角的身上，你注意从侧面看女主角的表演，她抬起眼睛不敢直视男青年，又看了一眼又低头，还咽了一口口水。这个男青年一直盯着她，认定就是他杀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女主角她的整个的表演，你看她像是一个理直气壮的样子吗？她明显不是，她要抱歉。她作为接生的医生，生了个孩子是个死胎，先不说她是否有失误，她也要抱歉，因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所以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她没法正面面向这个男青年，她没有那么理直气壮去正面面向这个男青年。男青年说，如果我早知道是他，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远离我老婆，因为这个女人的名声在外。这个男青年他是知道这个女人在帮村子里的女人偷偷堕胎。主任又解释了一句，妮娜是我们最出色的妇产科医生，我在釜山的电影院看过之后，之所以印象这么深，其实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构图。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了，其实很多电影极力追求的就是这个造型，就是两张脸重叠，然后只留出一个眼睛，或者说两个眼睛重叠。就是从这个单帧画面来说，这个男青年他的仇恨，他的不满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个构图它是非常耐看的，甚至说我根本忘不了他这种只露出一只眼的表情。这一帧是这个镜头里最好的一个调度。当然你可以怀疑说这个构图是不是导演去设计的，我倾向于是导演设计的，或者也有可能是第一条演的时候，这个主任他是身体稍微往前坐了坐，让导演发现了这个构图，有这种可能，但是导演也是很明确的留下了这个构图。比如说我们拍宣传片或者广告，都会要求大家站得稍微岔开一点，都露出脸来，对吧？但是你这个是电影，你把它遮住，它就是比完全露出来更好。მაგრამ ჩვენ როდესაც პრობლემა გვაქვს ხოლმე მშობიარობის დროს პირველ რიგში ნინას ვეძახით. 注意这时候看院长的动作变了，院长开始更多的参与到这里面来了，因为他的身体转正了，他要开始下结论了。უბრალოდ მე ძალიან ბევრი ორსული მყავს და ვიცი დავიცი. მე თვითონ დაგილაგებ graphics. 他想让这个主任来调查这个事儿，主任却不想调查。这也就是说这个主任他虚伪，他不是真的想帮女主角。最后调查结果保护了女主角，也仅仅是因为院长和主任想要保住自己的男性权威，这也是反映了导演价值。这个主任走了，院长也走了，男青年把胳膊拿下来了，只剩两个人，现在是对立的双方。女主角跟他还是不敢有直接的视线接触，男青年没有看他，女主角可以看向他了。女主角的呼吸很重，吞咽声也很明显。
猛然视线接触，男青年眼睛里有非常漂亮的眼神光，足够有精神。男青年点明了他知道女主角帮人堕胎，说女主角是杀人犯。吐了一口口水，而且加了一个音效。这个吐口水的动作处理的像动作片一样干净利落。留下女主角一个人，她终于可以把身体摆正了，她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这个镜头我们可以总结出什么？第一，人物走位如何直接服务于导演表达，在这里男性阵营和女性阵营是直接在画面上做了切割。第二，结合戏剧情境安排人物的位置。我们在前面讲《透析》这部电影里，按照人物在那场戏的权力大小，越靠近镜头权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在《四月》这部电影里又与《透析》不同，这里是一个相对更复杂的安排原则，但整体还是根据人物心理和戏剧情境来安排。第三，这个我们延伸一下，就是如何去判断一个电影的画面是美的。当然可以说美术做得好是美的，光打得好是美的，但是美不是只有这一个维度。像这样的画面，它甚至没有将人的身体拍完整，但这也是美的。这美在视听语言，美在场面调度。其实就像摄影打光，狄金斯的打光的确是顶级，但是纯用自然光拍摄就不美吗？像《四月》这样的电影一定是较低成本完成的，但是他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凭借电影语言以及合适的价值观，让这个电影得到了大奖。所以我想说，希望看到这里的朋友能把视野打开，更多的去关注电影本体，这会对电影审美有很大的帮助。好的，这期我们就到这里，下次见。